已故南洋企业家陈嘉庚曾经说过：“牺牲自己的权利，从事国民的义务。如果为了国家牺牲自己，把真相揭穿，是一种爱国精神，那么副检察室拿督安东尼·凯文·莫莱斯也能够算是一位爱国栋梁。”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2015年轰动全国的副检察师凯文·莫莱斯命案，大家对这起案件都能耳熟能详吧？那么这期小南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55岁的拿督安东尼·凯文·莫莱斯，原任总检察署上诉及检控组副主任。他是在2015年9月4日上午乘坐车牌为 WA6264Q 的灰色 Proton 奖项这个官车，离开位于色干部的公寓住所。当时的他是准备要前往布城总检察署办公室上班，但是有谁料到那一出就是一个一去不回头。自此他就人间蒸发了。随后家人报警，警方跟着踪迹调查后才证实，原来他是遭凶徒在大道上制造了假车祸后带走的。这些歹徒被怀疑是驾驶着在巴生河流域附近和槟城所充公的一辆 Honda Echo 和一辆 Persona， 并在9月4日于大石路撞向莫莱斯轿车，因此借助这场车祸掩盖带走人的事情。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15年9月15号当天，警方先后跨州逮捕4名嫌犯协助调查，并在隔日从4名嫌犯口中得知消息，寻获了莫莱斯的所在地点。然而他的人却已经被杀，并被安置在一个油桶里。其实事发当天，那油桶被丢弃在苏邦加约指纹小学后方河流中。于是警方派出了蛙人潜入沼泽中寻找这油桶。不久后找到了该油桶，可是因为油桶被灌满了石灰，这样原本有一定重量的油桶本来就很难从这个沼泽里拉起，那么覆盖了一层石灰的油桶更是难上加难。警方出动了起重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才把这个石灰油桶拉出沼泽。接着警方在消防员的协助下，最终锯开了油桶。他们一看有一个麻包袋，打开麻包袋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个腐烂不堪的遗体。时任全国刑事调查总监穆罕默沙列曾透露，当天下午2点，这遗体会被送往吉隆坡医院解剖和查验，等待检验报告出炉才能做进一步的调查。不久后呢，检验报告出炉了，警方证实当时发现在灌满石灰的石油桶里面的遗体是失踪多日的副检察师安东尼·凯文·莫莱斯。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迫害莫莱斯呢？他们之间又有着什么深仇大恨？还是真的是像外界所说的一样，是因为大马反贪会调查到有关政府人员涉及贪污案件而被灭口呢？经过警方对案件的完整调查后，原来莫莱斯是因为负责检控一名50多岁的英裔军医上校，而遭到对方买凶迫害，以此来逃过法律的制裁。因为当时控告的法案是那名军医在2013年因为试图向某家私人企业东主索取70万令吉的贿赂，后来在2015年的9月遭反贪委员会提控，而当时的主控官正是安东尼·凯文·莫莱斯。根据全国刑事调查总监穆罕默沙列表示，案发地点是其中一名嫌犯带领着警方寻获的，也就是在苏邦梅瓦某个花园住宅区附近。歹徒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他们打算把莫莱斯的身体装入油桶，盖上石灰，丢进偏僻的河流沼泽中，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加上事前假造好的车祸，更能瞒天过海，逃避警方的抓捕。然而有一句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杀人即使再怎么用高明的手段去毁声灭迹，仍然会留下蛛丝马迹。事发后共有8个人被控上法庭，这8个人都涉嫌迫害拿督安东尼·凯文·莫莱斯。
其中主嫌犯军医纳西卡兰与6名男子在刑事法典条文下被控谋杀罪名，而另一名技工则被控教唆罪名。2020年7月10日，涉嫌迫害副检察师凯文·莫莱斯的1名印裔军医和6名印裔男子，在吉隆坡地方法院被判多项罪行成立，面临死刑。这6名印裔男子被控告涉嫌在2015年9月4日上午7点至8点之间，于苏邦加的某个路途中迫害了莫莱斯。其实这起案件原本有7人被告，但第2个被告呢，事后却改口承认协助长司机销毁莫莱斯的官车，同时也供出所有实情。最终他被地方庭院判处2年监禁，并转为此案的污点证人。事发过后，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向已故副检察师安东尼·凯文·莫莱斯的家属致哀的同时做出了回应。他们发表文告指出，莫莱斯的离世对总检察署而言是一项重大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此外，反贪会全体同仁对莫莱斯的不幸遭遇感到同情，并希望其家属能够节哀顺变。他们表示，莫莱斯曾在反贪会服务10年左右，并于2014年7月重回总检察署。当时，大马反贪会希望对莫莱斯做出如此惨无人道行为的凶手马上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我们的国家能有一位那么廉洁的反贪会人员，为了正义不惜勇敢站出来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努力，为司法打击贪污恶行。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安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牛年新春到来，在这里给各位观众朋友拜一个年，祝你牛年大吉，喜气洋，牛头羊羊好运来，牛眼圆圆看祥瑞，牛须翘翘钱满园，牛身摆摆夜登高，牛尾少少体健安，牛旋阵阵金欢圆。最后祝愿你新的一年牛年多财气，旺牛在运福满天，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发啦！